我和男友偶然得到了2个系统，一个是高温热熔系统，另一个是极寒冰封系统。男友笑着选了冰封系统，我便只能拿下剩下的那个。没料到1周后，全球冰川降临，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家中，食物和取暖成了最大难题。我依靠热熔系统的能力，一边化开围困我们大楼的冰层，一边将被冰雪冻住的食物重新解冻。后来 A 市的上层领导找到了我，借助我的能力为全市民众供电供暖。男友始终默默无名，我却成了所有人心中的英雄。万万没想到，冰川结束后，男友竟一刀结束了我的性命。这次备受追捧的日子该轮到我了，我要选热熔系统。男友急切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中，听到这话我就明白男友也重生了。热熔系统听着就不像是靠谱的东西，还是冰封系统最实用。好东西当然是要留给我的宝宝啦。我在心里冷冷一笑，既然你这么想当所有人的英雄，渴望在末日里崭露头角，这样的好日子就让给你吧。我望着一脸得意的男友，拼命忍住嘴角的笑意。男友成功绑定系统后，转身就拿出冰柜里冻硬的牛排尝试，牛排瞬间就被加热煮熟。哈哈，这能力终于到我手里了，这回我看你们还怎么忽视我。我假装没听见他的话，冷漠地转身离开。这就是我曾经全心信任的男友，我不禁笑了出来。冰封末日之下，热熔系统就像众人争抢的香饽饽，无论哪方势力都想独自占有。他怎么会觉得有了特殊能力就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呢？男友兴致勃勃地走出了家门，我立刻拿起手机开始做准备。我现在住的房子是租来的，男友借着结婚省钱的名义搬进了我的出租屋。我打算离开这个房子，在另外租一处合适的住处。我掏出手机找了个非市中心，但是距离市区倒也不算太远，人烟稀少，还紧挨着一片墓地。隔天我就开车过去见了房东，老妹，咱们丑话可得说在前头，这房子租下来可就不许退租。屋子面积很大，足有190平，租金方面算下来也是相当便宜。我没废话，当场付了1年的租金。等到了晚上，我也赶回了家里。男友言语之间似乎是在试探，大休息日的咋回来这么晚呢？我一脸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那经理也不知道抽的什么风，非得把我叫过去加个班才行。见我这反应也没什么异常的，也不像是知道末日要来的样，他笑了笑说，多学点总没坏处，你们经理这其实也是为你好。我闻言在心里冷冷笑了一声，看着转身走向卧室里的男友，上辈子我不光是那眼睛瞎了，就连心也是跟着一块瞎的。他脸上的得意的笑都没藏住，我自然清楚他到底在期待啥，巴不得这世界末日赶紧降临，好让所有人都跪下来去求他，到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隔天我先找公司请了1个月假，开车直奔附近商场里的超市，把货架上所有的自热火锅、自热饭罐头、香肠还有饮料，连同纯净水全都扫荡了一遍，还有卫生纸、棉被、保温毯之类。紧接着就是各种粮食和蔬菜，我一趟接着一趟往新房里运，怕自己到时候无聊嘴巴发馋。我甚至还买了几千袋的辣条，又跑去附近那个海鲜大市场，把所有的鱼类虾类都买回来。为了能随时吃上鸡蛋和鸭蛋，我特意去买了一批活的鸡鸭。我还去几家口味不错的小馆，直接订购了好几百桌的饭菜，开始在网上下单固体酒精块、家用发电机，还有拿过滤设备。白天我就在疯狂地下单采购，晚上就动用我的冰封异能，把那些容易变质坏掉的东西，生鲜和餐馆送来的饭菜冻好。依靠着这特殊的冰封能力，被冻住的食物根本就不会坏，而且也绝不会自己融化掉。回想上一世的那段日子，他根本不懂冰封还能这么用，吃着我耗费异能解冻的食物，还到处跟别人显摆个没完。每次忙活到大半夜才回家，他早就已经在床上睡死过去，家里头也没见有什么动静。明知道冰封末世就要降临，他心里是一点都不带慌的。他认定只要手里攥着这异能，摇身一变就能成了人上人，甚至巴不得灾难赶紧开始。等我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男友正处在我的床边，脸上挂着那副心疼的模样。这几天都没怎么见着你人，工作把你给忙成这样子，我这心里头得多难受啊！真是太辛苦你了，我的宝宝。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那你打算啥时候去找班上？这一句话直接让他炸了庙，你是不是打心眼里瞧不上我？不就是个破工作有什么难的？等我以后真正发达了那天，你就知道找我当你男友多值。我低头沉默，根本懒得搭理，看我半天也没个话回复他，又凑过来跟我这软磨硬泡，你这个月的工资到账没啊？我看中的车想换个新的开，就最近刚出的那个。我那帮兄弟早就人手一辆，跟我显摆了都不止一回了。我板着脸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真不知道这脑子里装的什么。末日都要来了，不买保暖鞋，还在这惦记那些虚荣的车，没钱我全都拿去买衣服了。他脸一黑就开始阴阳怪气，宝宝对自己那是真舍得花钱，连我点个外卖都没钱付账。我听完不由得轻笑了一声，想起上辈子我爱吃那麒麟瓜，结果他冷不丁给我来一句，咱家穷的只配吃路边摊货。他却以为我是在嘲笑他穷，嗓门瞬间拔高，发出了尖叫，警告你做事别太过分了啊！别以为以后我不敢收拾你。我皱紧眉头盯着眼前的男人，以前怎么没发现脾气这么暴，如今我有幸能够重活一世。他不光是觉醒了那个异能，更是彻底的暴露出了本性，那副自私自利的真实嘴脸，压根没想过提醒我末日要来，竟然还敢反过头来威胁我。假如我没有获得这次重生，到时候他要是真的一招得势，会像当初我对他那样对我吗？这种事的答案绝对是否定的。他甚至恨不得我赶紧去死，这样他就能独占这系统能力。我实在是太了解这男人了，看着他那张气急败坏的脸，只有一股恶心劲直往上涌。回想跟他认识的这好几年，从高中同窗到毕业谈恋爱，谁能想毕业那年他家破产，他非但不着急出门找工作，反而拿着手里仅剩的那点钱，
到处请那些狐朋狗友吃喝。后来为了能跟我谈婚论嫁，倒是也试着去找过几次班，每次没干几天就提桶跑路，嘴里还抱怨着工作那么累，哪里是我这种人能干的活，还总信誓旦旦的让我等着，说他肯定能有翻身的一天。当初我从来没有怪罪过他，哪怕是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我也从来没对他说过重话。如今我对他是彻底死心了，这辈子你自己一个人玩去吧。男友转身狠狠摔门冲了出去，我心知肚明他一定是去找那个人去了，这一世我倒要看看他能否如愿。好戏就要开场了。上辈子末日浩劫降临之后，男友听说那个白月光回国了，竟然叫我去把人给救回来。那时候我自己都泥菩萨过江，哪怕手里握着热熔系统，我也扛不住外面的极寒低温，因为我没能及时出手，结果也就没过多久的时间，那个女人直接冻死在了外面。男友把这笔烂账算在我头上，打心底里开始对我怀恨在心，这辈子他肯定得牢牢把握在那女人面前献殷勤的机会，恨不得现在插翅膀飞过去。回想以前还没闹翻的时候，我没少听他跟兄弟在那吐槽，也就是看他对我死心塌地。像他这种没本事的女人，我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货色，整天也就知道混吃等死。旁边的兄弟也赶紧跟着附和，兄弟咱们有一说一，谁也没法跟人家玉瑶比，这事儿那还用问吗？玉瑶毕竟跟你是青梅竹马。我摸出手机给男友打了个电话，谎称公司安排我要去出差，这周之内肯定是不回去了。还没等那头的男友回话，就听见个女人酸溜溜的动静，命令他不许跟别的女人通话。男友对此完全没有预警，甚至都没给我任何回复，只是急急忙忙的在那边哄人，说什么都听那个女人的。紧接着电话就被无情挂断，我就猜到他不会提醒我末日，不过这也正合了我的心意，只要让他以为我不在本地，彻底远离了他这个祸害。我转身前往刚租好的安全屋，静静等待最后的时间流逝。所有的生存物资我都备齐了。男友甚至狂妄地以为有了热熔，旁人就非得跪在地上求他不可。然而拥有了冰封系统的我，意外获得了严寒免疫的能力，这下我更加无所畏惧了。我把家里男友抠搜囤的那点泡面饮料全都扫荡了，真的连一包零食都没给他剩下，把这些物资全部打包装箱带走，连人带东西迅速转移到了据点。把东西放下之后，我催动冰封亦能封死了所有门窗，反正我有这能力根本不惧怕严寒。封住大门是为了防止外人闯入，至于把窗户也给它冻得死死的，是因为等到极寒末日彻底降临，普通人家的玻璃直接就会冻炸裂。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收拾屋子，这新房已经成了完美的末日堡垒。之所以特意挑选了这个位置，也是因为上辈子我曾给这供过电，这里恰好属于供电系统的覆盖区，虽然每隔2天只能来1小时的电，但也足够把我的蓄电池给充满了。我现在唯一需要去完成的任务，就是在这2年的末日里活下去。回想上一世冰川灾难刚开始，光是那一波恐怖的气温骤降，直接就冻死了全球30%的人口。好在我的冰封亦能完全免疫寒冷，我现在只需要确保一个大前提，就是解决每天基本的吃喝拉撒。把这些生存难题都搞定之后，我美滋滋地躺在2米宽的大床上，看着满屋囤积的火锅辣条和水，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踏实感。终于不用像上辈子那样担惊受怕，既担心自己在末日里会被饿死，又害怕被人抓走去当成实验品。当然了，为了防止有什么变故，临走前我在那家里装了隐形监控。真没想到，确信我出差以后，他就把那白月光领进了卧室。瞧他脸上那副迫不及待的样，我顺手就把监控画面给切了。这场面实在是太污了我的眼。手机里播报暴风雪已经来了，刚开始大伙都没把他当回事，还在那调侃说什么必有冤情。很多人都在网络上面看热闹，以为这也只不过是暂时现象，谁也没料到这竟是末日开端。网上也有那脑子清醒的人说，大家伙千万要听我一句劝告，依照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这明显就是要世界末日了。赶紧去超市多买点东西囤着。紧接着外面的气温直线下降，很多人心里开始犯嘀咕怕了，想着赶紧出门去超市抢点货，结果到了才发现啥也没剩下。就这么接连过了好几天时间，那大雪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中间还夹杂着那种大冰雹子，积雪慢慢变成了厚厚的冰层，而且还在不断的往上面堆积。有的人实在是在家饿得不行，想出门碰运气看看能捡点啥，结果直接就被冻死在大路边。男友那边压根就没心思管我，估计他觉得我早就已经凉了。这几天我就躺在2米的大床，拿着存满电视剧的平板刷剧，无聊了就切监控看看那2人。刚吃完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我顺手起开了一罐冰镇啤酒，再次把监控画面给投了出来。只见男友跟那就情人在客厅抱着，那女的身上裹着件特厚的羽绒衣。沈耀，你这有啥能吃的没？我都饿坏了。男友听完脸上露出一股子嫌弃劲，伸手就在那小白脸腿上狠狠掐了一把。你心里应该也清楚那个人的德行，他那个人向来都是穷酸的要命，祝我这出个差居然连吃的都卷跑了。柳玉瑶听了这话，眉头也紧锁了起来。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小气的女人？但我现在肚子饿得不行，该咋办啊？男友这时候倒是显得挺得意洋洋。杨妹妹，你就安安心心的等着瞧好，根本也过不了多长时间，所有人都会跑来跪着求我赏饭吃。说着，男友就把嘴凑到了柳玉瑶耳边，压低了声音，悄咪咪的说了好多话。柳玉瑶听完惊得一下子就站直了身，怎么着？你难道还不相信我的话吗？
男友二话不说启动了那个热容系统，瞬间就让屋里的气温直接升上去了，玻璃上结的厚冰都开始慢慢化水。柳玉瑶感觉身上也是越来越燥热，顺手就把那厚羽绒服给脱了下来。我透过屏幕仔细的定睛这么一瞧，顿时觉得手里的啤酒喝着更香了。柳玉瑶一脸娇羞地钻进了男友怀里，男友低头瞧着柳玉瑶这副顺从模样，脑子里浮现出上一世我风光的样子，感觉现在的自己就是那个救世主。柳玉瑶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脑袋，那万一那个女的以后找回来了呢？到时候我这处境该怎么算啊？让她滚一边去纯属是找死行为，旁人又不知道我心里到底咋想的。难道连你也看不明白我的心意吗？从始至终我心里爱的人只有你，等到这场大灾难彻底过去之后，我一定要风风光光的把你给娶了。柳玉瑶听完乖巧的点了点她的头，软绵绵的靠在了沈耀的身上，感动的简直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却没瞧见男友眼底闪过一丝精明。我透过屏幕看着那边的动静，突然感觉这叫柳玉瑶的挺可怜，明明家里的条件那么优越，又是海归留过学的高材生，咋就偏偏长了个恋爱脑呢？简直跟我上一辈子一模一样，掏心掏肺，最后还得被人害死。当初我怎么就能看上这么个既愚蠢又自以为是的男人？只是现在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安心躺平，舒舒服服的度过这末日浩劫。我特意挑选的这个藏身之处，就是因为它紧挨着乱坟岗子，而且以前还传出过闹鬼的事，所以这地方除了我根本没人住。冰啤酒喝的那是相当过瘾，我顺手又撕开了几包辣条，更是直接只穿了一件短袖，在直播间里搞起了吃播秀。哎呦，这钱你挣我是真不眼红主播，我在家裹羽绒服都冻得哆嗦。我边吃边跟那直播间的人闲聊，没成想男友也刷到了我直播。你这是躲在什么地方直播呢？你不是告诉我你去出差了吗？看我在直播间里根本不理他，转头就给我轰炸了好几条微信。你现在到底是在哪儿啊？外头下着那么大的暴风雪，你人应该是没有什么事吧？哪弄来这么多好吃的馋人东西？面对他抛来的这一个个问题，我依旧是选择彻底视而不见，反手就在直播间把他剔除拉黑。男友在那边看我不回消息，急得立马就把电话打过来了，我只好先把直播给关停了。你出差拿走家里泡面饮料，这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怎么自己倒喝上啤酒了？居然还吃着大鱼大肉的享受，我这会儿还在外地出差呢，这些吃的都是客户招待我的，我也是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外面的雪下的是铺天盖地，你让我现在怎么赶得回去？你先去找邻居借点东西吃吧。然后根本没给男友说话机会，我直接就把电话给挂断了。我把监控视频又打开看了眼，只见男友果然是气急败坏，正在那疯狂地打砸家里家具，恨只恨上辈子怎么就没看穿，他竟然是这么个恶心的烂人。柳玉瑶缩在角落里偷偷地看着，沈耀这下咱们可怎么办啊？瑶妹妹，你忘了我有啥来挂吗？说完他摔门就直接出去了，我猜他是去隔壁邻居家了，去卖弄他那点特殊的本事。果然没一会他又出现在画面，手里还提着满满一袋吃的。柳玉瑶激动的一把抢过去就吃，男友看在眼里那是笑开了花。放心吧，只要我这能力还在，别说眼前这点吃的东西了，就算是你以后想要天上的豪车钻石，我也照样能给你。我抬手就把监控给关了，懒得再看他那副丑陋嘴脸，后续怎么发展我心知肚明。我每天除了吃饱就是睡大觉，闲着没事就给大伙开个直播，毕竟我这身体根本不怕冷，跟怕冷的普通人反差极大。我这小日子过得是美滋滋，时间一晃眼过得是真快。在听到男友消息是听广播，他如今已经成了特殊专员，官方大张旗鼓的放出风声，说马上就能给全市供上热。我咔嚓咬了一口巧克力棒，竟然比前世提早了整半年。前世他虽然也爱炫耀，但我那时候总是刻意低调，骗他说每天只能用一点点。过了1年试礼才发现了我，这一世进度条拉得这么快。没想到刚在网上吃完他的瓜，男友紧接着就打来了电话，喂，现在求我或许还来得及。听筒里沈耀那语气那是相当嚣张，跟上辈子他觉得自己能拿捏我11个样。我紧紧握住手里的电话，指头间都能感觉到一阵冰凉，这是体内的冰封异能自动护体了。手机屏幕边上都结出了一层霜花，让我求你，我忍不住直接笑出了声音，语气那是相当的平静淡定。沈耀，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搞清楚现在是谁在冰窟窿里受罪，甚至为了口热糊饭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给你点颜色你还想开染房是吧？沈耀的嗓门一下子就喊破了音。如今全城的供暖大权都握在我手里，你真以为躲个犄角旮旯就能高枕无忧？等断了那边的暖气，也没了那口热水喝，你就得跟条冻僵的死狗一样跪着求我。我一脸无所谓的挑了下眉毛，扭过头看了看窗户外面，外头那大暴雪连着下了小半个月，到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死寂，寒风像是发了疯一样猛砸着冰窗户，发出那种瘆人的呜呜怪叫。可我这安全屋里头却暖和得像春天，我这还真不是靠那所谓的暖气，全是仗着我那特殊的冰封能力，把墙壁跟门窗全都给冻得结结实实，弄出来一个纯天然的超级保温层，再铺上那些加厚的棉被还有保温毯，把屋里每个角落都塞得满满当当。这屋里温度一直都稳稳停在20多度，比起上辈子缩在那个漏风的出租房，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区别。真的假的？我慢吞吞端起桌上的自热小火锅，往那发热包上倒了点纯净水，瓶盖直接甩进旁边的一堆零食里。我这会儿正准备涮火锅吃呢，还是那种特香的麻辣牛油味，顺便还开了听冰镇的啤酒。你们特殊部门待遇肯定差不了吧？你那心肝宝贝没跟着饿肚子吧？紧接着就听见沈耀恨恨的动静，那架势感觉牙都能让他给咬碎了。你这一出绝对就是存心的吧？
你把家里能吃的全都给搬空了，我跟姚妹妹现在都要活不下去了，只能啃上面发的那些压缩饼干，那破玩意儿吃起来又干又硬，往下咽的时候嗓子眼都生疼。我听完心里不由得冷哼了一声，想起上一辈子那会儿的时候，我把好东西全省下来留给他吃，自己勒紧裤腰带都舍不得吃，把仅有的自热饭都拿去喂了他，结果他转身拿去讨好那些外人，回头还嫌弃我弄的东西不上档次，这辈子轮到他们自己尝尝这滋味，纯粹就是老天爷开了眼报应不爽。哎呦，那可真是太让你们受委屈了，我这语气平淡的就像在闲聊一样，不过这事儿你也赖不到我头上。谁叫你当初仗着手里有个热熔挂，就觉得自己真能横扫天下无敌手，哪怕是一点过日子的物资都不囤，脑子里整天光琢磨着怎么当英雄。现在明白了吧，大英雄也是得吃饭的。隔了好大一会儿功夫，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恐吓我的话，行，你给我等着瞧好了，只要等我把供热系统完全握在手里，我保证让你住的那片地方彻底停暖，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舒坦的涮火锅。听到这我反倒是来了那么点兴致，手指尖上的那层冰霜变得更厚了。你真确信你能扛得住系统的反噬吗？你难道哪怕一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比如说手掌心里莫名其妙的发烫，到了大半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有时候控制不住还会把东西给烧了。回想上辈子沈耀把我害死以后，自己逞能用纳热熔系统给市民供暖，也就是半年时间身体透支的不行，手心里经常会不知不觉的冒出火星，全身的皮肤都开始变得干裂起皮，最严重的一次甚至是当场失去控制，把半条街的临时棚子全给烧成了灰。可惜那时他满脑子都是英雄的光环，把这些毛病都当成了是用力过猛，压根就没往系统反噬那方面去想。听筒那边的沈耀显然是愣住了，语气当中明显透着那么点心虚，但嘴巴上还是死活都不肯承认，满口在那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我这一能身体好着呢，根本没病，顶多就是有时候感觉稍微有点累，只要睡上一觉也就没什么事了。到底是不是乱讲，你自个儿最明白。我也懒得再跟他继续在那扯皮，这种人不撞南墙是绝对不会回头，以后少给我打这骚扰电话过来，省得坏了我这涮火锅的好兴致。撂下这话，我反手就把电话挂了，顺便把沈耀这号直接拖进黑名单，连同他的微信 QQ 所有的账号全部一股脑的删得干干净净。那些关于上辈子的仇恨和怨气，早就在我打造着安全屋的时候，慢慢的也就消磨得差不多了。把电话这头的事儿处理完之后，眼前的小火锅已经咕嘟咕嘟烧开了，满屋子都飘着那股子麻辣鲜香味。我咔的一声拉开了手里的冰啤酒，冰凉凉的酒水顺着喉咙灌下去，那气泡炸裂的感觉刺激着味蕾，我忍不住惬意地长叹了一口气。我顺手就在手机上点开了那个直播软件，屏幕上一下子就刷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我给自己起的这个叫余生不慌的账号，自从这场冰川大灾难彻底爆发了以后，也就才过了10来天，粉丝就涨了好几百万。毕竟现在外面大伙都冻得浑身直哆嗦，都在为了那一口吃的愁的头发都要白了。我却能穿着短袖涮火锅吃辣条，还能追剧。这种强烈到极点的生活反差带来的刺激，让我的直播间成了这末世里独特的风景。甚至还有不少人在评论区里跟我说，我这直播简直就是末日里的精神安慰剂。余生姐妹，你终于上线了啊！大家都在等，今天这是又准备吃什么好吃的馋我们呢？隔着手机屏幕好像都闻见那股香味了。姐妹啊，外面的温度都已经零下40多了，我家里的暖气刚才也是彻底停止供应，冻得我盖着3层大棉被还在那打摆子。你家难道真的就不用开暖气取暖的吗？听说那个特殊部门里出了个有异能的人，名字叫沈耀，说是能给大家集中供暖。这事儿余生姐妹你在那到底知不知道？我家正好就在市中心的那个供暖区里，可每天也就只给我们供暖2个小时而已，这点时间呢哪够用的啊，完全是杯水车薪。余生姐妹你这物资储备也实在是太富了，我都已经连着3天没吃上一口热乎饭了。我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笑容，端起那还在冒白气的锅底展示。今儿整顿红油辣锅，再加冰啤酒，根本不用暖气，我这屋里特别暖和。大伙瞧瞧我这一身短袖都不冷，顺手夹了一块炖得稀烂的大牛肉，放在摄像头前面特意显摆了一下。这肉丸子都是我很早以前囤下的，绝对纯手工打制，没有任何添加，咬在嘴里那口感是相当的有弹性。就这样一边大口的涮着火锅吃肉，一边跟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唠着嗑。观众除了在那羡慕我这神仙日子，还总是会在公屏上互通各地的消息。通过他们发的那些弹幕，我了解到，如今国内绝大多数地方全被冰封，所有的交通运输算是彻底瘫痪了。昔日的高速路全成了溜冰的大道，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统统都停运。供电和网络信号也是时有时无的，也就只有几个大城市最核心的地段还能勉强维持着最基础的社会运转，许多偏远点的地方早就断了联系，也不知道那里的人还能不能活下来。那个沈耀确实成了官方力的典型，他主动上报了自己的那个热熔异能，顺利的就被收编进了特殊行动组，专门安排他负责给市中心区域供热。官方那边为了能树立个榜样，还专门跑去收音机广播里面，还有那仅剩能用的网络平台上，大肆宣传他做过的那些事迹，硬是把他给包装成了大人物，说是将市民救出冰窟的救世主，甚至还给他封了个热熔男神的名号。不过看网友们在底下的留言，也能听出点不太对劲的风声。有人爆料说他供暖那片地特小，就围着市中心和几个富人小区，像咱们普通老百姓住的地方，一天到晚也就给供2个小时暖，而且那温度根本就上不来，顶多也就是勉强不让人结冰。还有人偷偷在背地里跟我说，撞见过沈耀在大街上撒泼，好像是因为异能用的太过了，手心里还缠着那种后纱布卷。更有甚者在网上直接爆料说，沈耀仗着自己现在的身份，竟然开口找市民们索要物资，谁手里给的好东西要是多点，谁就能优先加上这供暖名额。有个大爷为了给病孙子取暖，把
把全家保命的担担面都送了。看到这些我是一点都不意外，就照沈耀那个烂人的性格，早晚得在权力和马屁里迷失。那热容系统的能量本来有限，硬想要撑起大范围供暖的话，肯定得玩命消耗精力和体能，这么没日没夜的一直保下去，那反噬的劲头只会越来越猛。再加上他骨子里那股自私劲，心里头绝对不可能心甘情愿，只当个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既然手里头已经抓住了权力，那肯定得给自己多捞点油水。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往前推移，这场冰雪灾难变得越发严重，广播里不断播报着伤亡数字。因为极度的严寒再加上饥荒，离世的人数还在疯狂地攀升，特别是那些体弱的老人和小孩，这一类人群走的概率是最高，甚至有专门的专家出来预测，全世界的人恐怕得死掉一半。而我当初精心挑选的避难所，还真就跟我预料的分毫不差，每隔2天就能来1小时的电，足够给我的蓄电设备充满电，带着平板手机还有路由器转，让我时刻能跟外面连通消息，也能顺便把我的直播做下去。我这小日子过得充实又简单，说句不好听的，那简直是滋润。每天早晨直接睡到自然醒来，再也不用像上辈子那个熊样摸黑爬起来化冰去找点吃的。醒了以后先去瞧瞧我的鸡鸭，铺上老厚的干草还有保温毯，10几只家禽在里头活得挺美，每天都能给我下7、8个土蛋。我顺手把那鸡蛋都给捡起来，用温乎水给它洗得干干净净，煮上几个溏心的当做是早饭，再来杯热牛奶配上1包辣条，吃着虽然简单但是特别满足，还能奢侈上一把。点着酒精快煎个鸡蛋灌饼吃，上面再撒点芝麻抹点辣椒酱，那味道一点不比店里卖的差。吃罢早饭抹抹嘴巴，我得把手里的物资理一理，哪怕大部分能吃的东西都让我用冰封能力封存了，但例行检查还是不能少，生怕有变质或者遗漏的。我这一能可不光是保鲜，控温方面那也是精准得很，食材我都划分区域来冷冻，肉类都在零下20度深冻，放上1年半载都坏不了。还有那些新鲜蔬菜和水果，全放在0度左右保鲜区里，熟食零食我就放在常温区，什么时候想吃随手就能拿。我还特意利用冰封的手段，做了好几个冰制的储物柜，这玩意的密封性那是极好，比以前那冰箱还好用得多。等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我变着花样给自己做顿饭，每一顿绝对是不带重样的。今天我就准备吃海鲜大餐，掏出几只大龙虾配帝王蟹，用温水稍微给它解一下子，固体酒精点火加上平底锅，接着往锅里倒上1块黄油，把那虾蟹煎的是两面金黄，那股香味直接就扑鼻而来，再挤上点柠檬汁去腥气，这一大口直接就炫进嘴里，那个肉质鲜嫩还特别弹牙，瞬间感觉幸福感直接爆棚。明天我就安排个东北乱炖，弄点土豆、红萝卜还有五花肉，再整把宽粉全都丢进锅里，点上那固体酒精慢慢的熬，汤汁也变得特别浓郁粘稠。就这大米饭我能干2大碗，到了后天直接改吃小烧烤，拿铁签串上香肠鸡翅五花，撒上一把孜然还有辣椒面，烤的那是滋滋啦啦直冒油，顺手再来上一瓶冰镇可乐，简直就是末日里的顶配啊。下午这点时间就比较清闲，拿平板追剧或者打游戏，我早就下了几千部的影视，不管经典老片还是新剧集，那真可以说是什么都有了，够我在末日用来消磨时间。累了就躺那18000的床垫，舒舒服服的睡上一个午觉，这床垫子又软乎又特别爽，关键是回弹力度还特别好，这一觉能睡个2、3个钟头，就连做的梦都特别的香甜，再也没了上辈子的那种噩梦。偶尔我也得空琢磨琢磨，好好钻研下我这冰封异能。上辈子我光熟悉热容系统，对这冰封手段是一窍不通，但这辈子我算是弄明白了，这能力的门道比想的要多，不光是能保鲜或者是加固，冰块形状我都能随意拿捏，无论是造个冰刀、冰盾、冰墙，甚至能做出那种透明冰窗，既能挡得住外面的死冷天，还完全不耽误太阳光照进。而且我还发现了意外之喜，有了这冰封异能护着身体，我现在不光是不惧怕严寒，还能在极寒地带活动自如，甚至能直接汲取空气寒意，用来不断强化自身的异能，这无疑给我生存加了保险。到了晚上就是雷打不动直播，我都会提前把晚饭张罗好，赶上想偷懒就吃罐头拌饭，心情好了整顿火锅配烧烤，偶尔兴起也做桌丰盛炒菜。等直播正式开始的时候，我就跟网友传授生存技巧，比如说有些很实用的干货，咋用身边废料做保暖装备，去哪里能找到干净的水源，怎么分辨手里食物坏没坏。直播间里的人气那是一路狂飙，最火的时候几10万人同时在线，大伙就爱看这种末日摆烂生活。有的粉丝发弹幕说，看我直播心里都不觉得焦虑了，也有人跟我感慨讲，是我让他们看见了活着的希望。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评论区肯定少不了喷子的骂声，骂我自私自利守着物资不救人，眼瞅着旁人在外头冻死饿死的，问我的良心到底会不会感到痛，一口咬定我这就是个江湖骗子，说主播纯属就是官方找来的托，认定眼前这一切绝对都是假的。面对这些个难听刺耳的声音，我基本上都是直接当作没看见，偶尔心情好了也笑着对他2句，我这又不是开慈善救助机构的，到底真假你们自己睁开眼瞧瞧。一边说着话，我把镜头对准那满满一屋子货，让所有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米面粮油肉蛋蔬菜还有那零食，我可是足足提前了半年去筹备，把这辈子的老本全都砸了进去，甚至为此还背了不少的外债呢。你们要是当初也有这眼光魄力，现在照样也能跟我过得般潇洒。赶上这天我正在这开着直播，房间冷不丁涌进来一大帮新人，屏幕上的字瞬间刷得飞快，这滚屏的速度简直没法看，根本看不清都说了些什么。
救命啊！我就住在你这附近，家里断粮都断了3天了，我闺女眼看都要饿死了。姐妹，我记得你在直播说过，你住的那地界紧挨着坟地，我这会儿就在这坟地边上，能不能赏口吃的东西救命？我身上值钱的都能给你，真的求求你了，余生姐妹。爸妈都冻出了一身的病，屋里早就已经没了暖气，更是一丁点吃的都没有。再这么继续硬挺下去，全家老小都得死在这。姐妹，你就发发慈悲心吧，施舍咱们一点口粮行吗？我眉头下意识地皱起来。直播虽然没露具体门牌，可我确实嘴快提到过，看着这些求救确实可怜，可我绝不能动半点恻隐。上辈子坏就坏在太善良，对旁人简直是一点不设防，最后才落得个那种下场。这辈子绝对不能再犯傻。兄弟们全都先冷静一下，我板着脸对着镜头开了口，说话的语气那是相当严肃。我这手里的物资虽说不少，但也只够养活我一个人的。再者说了，这全是耗费大把时间金钱，自己辛辛苦苦提前囤好的，绝不可能随随便便分出去。况且现在外头那是多危险，零下几十度出门就得冻死。你们最安全的活法就是宅着，赶紧去联系官方请求救援，要么就看看能不能互帮互助，跟街坊四邻一块抱团取暖。官方那边根本就顾不过来啊，邻居家里也早就已经断粮了，我们真的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余生姐妹，你就当是积点阴德吧，赏给我们一口吃的东西救命，只要能让我们活下去就可以。你这个冷血无情的狗东西，守着这么一大堆的救命物资，眼睁睁看着别人去送死，早晚有一天你会遭到报应的。屏幕上的情绪是越来越激动，有人在那苦苦的哀求哭诉，也有人站在道德高地指责。我冷眼看着这些滚动的留言，心里面却没有哪怕一丝动摇。毕竟身处在这残酷末世里，同情和善良那是最廉价的货，只会让自己一步步陷入绝境。实在抱歉，这忙我真帮不了。我说话的语气那是相当坚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直播，给屏幕前的大伙带去点快乐，让你们知道哪怕是末日来了，照样还有人能活得好好的。至于说我囤下来的这点物资，我是绝不可能分给任何人的，毕竟我也得为自己小命着想。说完这话，我反手就把弹幕关了，低下头继续享用我的晚餐。虽说心里明白这样肯定掉粉，但我压根就没把这当回事。粉丝名声搁末日里一文不值，只有保住命才是最重要的。直播间里的争论越来越大，也有不少人站出来支持我，觉得我这做法完全没毛病。末世之下自保那是天经地义，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难说，哪还有那个闲工夫去管别人。也有人骂我简直是冷血无情，说我这就是典型的为富不仁，指责我这人一点人性都没有。还有人扬言要搜到我的住处，过来强行抢走我的那些物资，甚至还在直播间里威胁恐吓，叫嚣着非要让我付出代价。这种事我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心里根本就没有一丝的恐慌。我再次加大了冰封异能的输出，把家里的门窗冻的是更厚实，那冰层厚度足足有10几厘米，比那钢筋混凝土还要坚固得多，就算是拿炸药也不一定能炸开。我又特意在房子外围的空地上，利用异能铺了一层溜光的大冰面，在这冰层底下暗藏着无数冰尖刺，只要外人敢一脚踩在上面，立马就能让他摔个四脚朝天，甚至直接就被下面的冰刺扎伤。我不光布了陷阱，还在四周设置了一些很简单的警报机关，全是拿坚冰配合着细线做的，只要有人身子不小心碰到了，就会瞬间发出那种刺耳的动静，第一时间提醒我有危险靠近。到了这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悬疑电影，剧情正好发展到最紧张的时刻，冷不丁听见外面传来刺耳警报，我心里猛地一紧，瞬间来了精神，立马起身快步走到了窗户边上，隔着那层冰做的窗户向外张望，只见3个裹着厚羽绒服的男人正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试探着走，看样子是想强行靠近我的房子，手里各自都攥着撬棍和斧头，几张脸都被冻得通红的，嘴唇更是一片发紫，毫无血色。赶紧滚出来，这房子现在归我了。识相的就麻溜的把门给我打开，把里面所有的物资通通交出来，不然我们要动手直接把门砸了。其中有个大个子男人在那叫嚣，冻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在打哆嗦，语气里却透着一股凶狠的杀意。我听罢嘴角只是勾起一抹冷笑，再次催动体内的冰封异能流转，门外的气温刹那间跌到了谷底，本就溜光的冰面更是滑得要命。那3个大老爷们瞬间没了重心，咣当几声全都狠摔在了冰面上，身体砸地的动静听着都觉得疼，手里的作案工具也脱手掉地上。屋里装死的那位给我听好了，赶紧把门打开，别在这磨磨唧唧，否则一把火烧光你这个破窝。旁边另一个人也跟着在那叫唤，嘴里吐出的话那是威胁味十足，只可惜他的嗓音被冻得直发抖，听起来根本就没有半点威慑力。我压根没搭理这群跳梁小丑，继续加强手里冰封能量的输出，伴随着周围温度疯狂地下降，那3个人身上穿着的厚羽绒服迅速结出了一层厚重的冰壳子，眼里的贪欲慢慢变成了惊恐。大兄弟，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借个胆子也不敢再来了，求求你高抬贵手放我们走吧，我们这也是实在被逼没招了，全家老婆孩子还等着米下锅，您就发发善心饶了这条狗命。那动静里只剩下了恐惧绝望。瞅着窗外那几个人狼狈的惨象，我这心里头泛不起半点的波澜。要是这会儿我没有觉醒这一能，也没把这门窗给封得死死的，那倒霉被抢的人肯定就是我了，搞不好连这条小命都得搭进去。搁在这个世道混乱的末日之下，谁拳头硬谁活着那就是条铁律。你要是对这帮坏人心慈手软了，那纯粹就是对自己在赶尽杀绝。随即转身直接回到了屋子里面，再也不去理会外面的哭喊求饶。
也就过了没多大一会儿的功夫，外头的哀嚎声变得是越来越弱，到了最后彻底听不见任何响动。估计这几位已经直接冻成冰棍。虽说这手段确实稍微是狠了点，可这就是末世下最真实的写照。就算我不亲自动手解决掉他们，别人遇上了也照样会下死手，早晚也是个冻死饿死路边的命。我不过是选了条让自己活的路。经过这档子，使我变得更加小心，不光是把门窗再次加固了一遍，屋子周围又布下了不少冰陷阱，像是那种尖锐无比的冰质地刺，还有那种专门坑人的冰陷阱门。只要有不长眼的敢往我这边凑，瞬间就会触动我不好的这机关，要么直接被冰封在原地动不了，要么就被扎个透心凉的大窟窿。我也顺势缩减了直播的时长，镜头间绝不拍屋外的任何景象，绝不暴露半点关于地址的线索。开播前把定位功能彻底给关了，省得被有心之人顺藤摸瓜找来。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的过着。沈耀那边的处境是每况愈下，结合广播通报还有网友的闲话，我掌握了他目前最新的动向。他那热容异能变得极其不稳定，每天能够维持对外供暖的时长从2小时硬生生缩减到了1小时，有时候甚至只能撑个半小时，覆盖的范围也是在不断的缩小。不少原本还在供暖名单里的片区，全都被无情的切断了热源供应，这是直接惹得市民们怨声载道。关键他身体遭到了严重的反噬，2只手都已经彻底的溃烂流脓，伤口处更是止不住的往外淌水，脸上也浮现出大面积烧伤的痕迹，皮肤变得像枯树皮一样干枯粗糙，早就没了往日的那副模样，整个人看起来是既憔悴又狼狈，跟当初那个光鲜的男神判若两人。还有更倒霉的是在后头等着呢。沈耀借着职务之便勒索物资，这丑事直接就被捅到了明面上。有那胆子大的热心市民，把他平时索要好处的录音证据全给挂到了网络上面去公开。你们不是想要家里通上暖气吗？行啊，拿家里最值钱的来换，要不然就老实等着被冻死吧。录音里还夹杂着他跟柳玉瑶密谋，俩人算计怎么利用供暖特权，去以此搜刮更多的生存物资。这些铁证一出网上，瞬间炸了锅。大伙本来就嫌弃供暖不够给力，这下子更是一股火直冲脑门，都在那喊着必须严办这个沈耀。不少老百姓那是自发的抱团，堵在特殊部门的大门口搞抗议，嘴里高喊着严惩贪官污吏。上面为了能把众怒给平息下去，只能是被迫叫停了沈耀的工作，开始对他这个人展开立案调查。没了官方这座大靠山在背后撑腰，沈耀的日子瞬间跌到了谷底，成了所有人眼里的过街老鼠。只要出门露面就会被人指着骂，甚至还有人拿石头和垃圾砸他。沈耀这边刚一倒了大霉，柳玉瑶立马就翻脸不认人了，不光急着把关系劈得干干净净，竟然还跑去向官方进行举报，揭发他乱用异能破坏公务，甚至草菅人命，还恶意囤积物资。说到底这事儿也并不稀奇，柳玉瑶早就受够了那男人的坏脾气，心里头积攒了一肚子的怨气，之前也就是忌惮他的那些能力，这才捏着鼻子一直没跟他散伙。如今眼瞅着这座靠山倒了，他肯定得抓住机会把自己摘干净，顺便还能到上面去邀功领赏。当我得知这些个劲爆消息时，我正守着铜锅在涮羊肉吃呢，看着鲜嫩的肉片在汤里翻滚，飘出来的味道那是扑鼻的香。我对此事一丁点都不觉得意外，心里甚至没有那种报复的爽感，只是觉得这一切充满了讽刺意味。上辈子他为了这么个渣女，贪图那些个虚无缥缈的名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我。如今风水轮流转到了这辈子，他也终于尝尝被抛弃的滋味了。恰好赶上我在那收拾这堆东西，把新到的蔬菜往冰柜里放。广播里冷不丁播报个大新闻，那播音员激动的嗓门都颤抖。全体市民都仔细听好了，咱们国家的那些顶尖科学家终于搞定了这破天气的克星，这技术能让地球温度升上来，还能让那后冰川化得更快。估摸着也就是再过3个月，咱们国内气温就能恢复正常，外面的冰天雪地也会消散，大伙无论如何得咬牙挺住，咱们马上就要熬出头了。听到这话我还真挺吃惊的，心里头倒也觉得挺宽慰。虽说我早就做足了心理准备，打算在这鬼地方硬扛2年，可谁不愿意过回以前的日子，随便出门晒个暖洋洋的太阳，想吃口新鲜水果随时都有，还能跟3、5好友聚一块喝酒，再也不用把脑袋别裤腰带上。我二话不说赶紧把直播开了，第一时间把喜讯转告给大伙，整个公屏一下子就炸开了锅，留言刷得太快根本来不及看。这是靠谱吗？简直太棒了，早就信国家肯定会管咱们，那些搞科研的真是大英雄。余生姐妹，你刚才听见了吗？咱们这回总算是能活命了，等到外面这些冰川化干净，我必须得去狠狠搓上一顿，总算能迈出家门透透气了。我都快半年没见过大太阳，我盯着屏幕上滚动的留言，心窝子里也觉得暖乎乎的，冲着镜头我忍不住笑了笑，听见了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等这场冰灾彻底过去了后，我领着大伙一块去涮火锅，保证让你们全都吃个肚圆，到时候咱们一块晒晒太阳，去公园溜达溜达散散心，把所有美味佳肴都尝个遍。再往后这3个月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在既着急又期盼，广播天天都在播最新进展，说那是新技术已经用上了，全球的气温开始慢慢回暖，再到冰层融化的速度变快，有些地方地面都露了出来，接着沿海洪水警报也解除，马路也都开始在清理疏通，每个信儿都让人更有盼头。温度确确实实在一点点升，从原先那零下40好几度慢慢爬升到了零下30度，接着又到了零下20来度，虽然感觉上还是挺冷的吧，但已经不是那种要命劲了，动不动就把人冻死的低温。外面的暴风雪也彻底停了，偶尔还能见着那个太阳面。
我的生活步调也逐渐变了样。我着手缩减了每天直播时长，每天腾出空档去盘点下物资，将那些用不上的东西打包好，心里盘算着冰雪消融后的路。我想着只要等外头天气转好，就把这处避难所直接给卖了，再去换一套环境更优越的房，彻彻底底的重启我的人生路。甚至还打算以后开家美食店，把末日期间钻研的那些美味毫无保留的拿出来分享大家，或者是继续干我的直播事业，记录下回归正常生活的美好。在这段过渡期间闲着没事时，我会连上之前装的隐形监控，看一眼原来那套房子的现状。沈耀和柳玉瑶早就人去楼空，谁也不清楚他们流落向何方。屋子里面简直是一片狼藉，所有的家具都被砸成了粉碎，满地都是垃圾和空的饼干袋，那窗户都被冻裂出了好几个洞。这幅景象看着凄凉却又可笑。我还从网友发的那些评论里得知沈耀身背数罪被捕了。经过官方一番严密的调查后，证实他滥用职权去勒索物资，还恶意的破坏公共基础设施，加上滥用异能伤人等等罪行，所有的人证物证全部都确凿。最终他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关进了专门收押异能者的牢。柳玉瑶那女的虽然反咬了一口，可也因为犯了包庇和私吞物资，直接就被判了5年的有期徒刑。这两个人总算是为了以前的恶行，彻底付出了惨痛无比的代价，得到了他们罪有应得的惩罚。时间一晃又过去了3个月，广播里终于播报了激动的喜讯，全体广大市民朋友们请注意，能够终结这场冰河世纪的技术现在已经全面且成功的上线了。国内的气温已经回到了正常值，外面的冰川正在飞速的消融，各个地方的路况基本疏通完毕，供电和网络信号也全部恢复了。官方的搜救与重建正稳步推进，请大伙现在务必做好心理准备，去迎接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回归。我伸手推开了那扇冰封的窗户，瞬间涌进来一股子清新的空气，里面夹杂着久违的泥土青草味，外头积攒的冰雪开始大片消散，显露出了黑土地还有绿色嫩芽，金灿灿的阳光铺洒在大地之上，既让人觉得温暖又显得很明媚。眺望远方的天空，那是湛蓝如洗，还能看见几只飞鸟在空中盘旋，嘴里还在发出那种欢快的啼鸣。站在窗户跟前，我深吸了一大口，享受着这难得的暖意还有自由。持续2年的冰封灾难总算完了，我特意空出了好几天的时间来，把这避难屋剩下的物资清一清，绝大多数的吃食还都保存完好，我全给捐到了官方救援队那边，想着能帮一把那些受灾的老乡，也就当是我回报社会的一点心。养的鸡鸭都分给了周边的邻居，这帮人遭了这2年的最不容易，弄点肉蛋也好给身体补营养。我甚至把做的那些冰块、储物柜还有冰做的工具都送给了穷人，这堆物件陪我度过了艰难岁月。随后我就给那房东打了个电话，把退房的手续顺顺当当给办了。房东一看我这人竟然毫发无损，居然还大包小裹带着不少家当，惊得那下巴差点没掉地上去。他私下里跟我神神叨叨的念叨，说这小区灾难期间死了不少人，唯独就我这一家子活蹦乱跳的。我听完也只是微微的笑了笑，并没有给他做任何多余的解释，只是谢他把这好房租给了我住。临走的时候，我扭过头，最后深看了一眼这座保我在末日平安的堡垒，心底里那真是感慨万千。要不是有这么个好地方，要不是我提前做足了准备，要不是觉醒了冰封异能，我早就跟前世一样冻死在雪里。这地方眼看着我重活一世，看着我一点点变得强大，也看着我完成了复仇大计。这儿就是我末日里的避风港。重新搬回原来的城市里，万物都在慢慢的恢复生机，大马路上又开始有了人影，大伙脸上都挂着幸存后的笑，路边的商铺也都把门打开了，货架子上面摆满了卖的货物。尽管这物价还是稍微有点贵，交通系统也都彻底恢复正常，小汽车都在柏油路上跑着，公交跟地铁也重新开始运转，这座城市又有了往日的烟火气。我拿着靠直播赚来的那笔钱，在市中心买了套宽敞的大房子，装修风格特别的简单又温馨，还专门带了个超级大的阳台，天天都能在那舒舒服服晒太阳。我又特意去买了辆新车，以后出门办事也能方便点，把前世留的破烂全扔了，换上一套崭新的家具日用品，彻彻底底跟过去划清界限。每天一大早我就起来活动，跑到公园里面去溜达2圈，贪婪的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园子里的树全都发了新芽，满地的鲜花开得正艳丽呢，小鸟站在树杈上叽叽喳喳，小孩都在草地上疯跑玩闹，老头老太太在那打拳散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我顺着公园小道慢慢的跑，享受这太阳照身上的暖意，用心感受活着是多么美好。心窝里头装的满满是感恩，大白天没事我就翻翻书看，或者是学点新鲜的小知识，再不济我就出门去约个局，见见末日时候认识的网友，大伙凑一块吃个饭聊聊天，讲讲灾难时候的那些遭遇，感慨一下这条命有多金贵。虽说有人痛失了自己的至亲，有的人连家里房子都没了，但是谁也没说要自暴自弃。这天我搬把椅子坐阳台上，舒舒服服的在那晒着太阳，喝着热茶，看楼下人来人往。我随手把那手机给掏出来，拍下来这瞬间的美好画面，发条朋友圈写到重活这一次，才明白平平安安就是福气。经历过那么大的生死劫难，总算是看见了生活的曙光，以后的日子肯定是有盼头，绝不能辜负这大好的时光。